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。今天我要来分享花生糯米糍的食谱。看完这一集影片，你就能轻轻松松完成好吃的糯米糍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每逢星期一、四、六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我们先来看看粘粉所需要的材料：粘米粉50克，斑斓叶2片。首先，我们先要来炒裹在糯米糍外面那一层白白色的粉。我们先把粘米粉倒入一个平底锅里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斑斓叶撕一撕，把它撕成小片，然后也一样的放在锅里。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粘米粉炒熟，等下那个糯米糍做好后，就可以直接裹上这一层粉，就可以吃了。我们把这个粘米粉用小小的火慢慢的炒，把它炒熟，炒到有一点微微的金黄色就可以了。当我们把这个粘米粉炒到有微微的黄色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斑斓叶夹起丢掉，然后把这个粘米粉盛起放一旁备用。炒完了粘粉，我们现在来炒花生。这个花生我们也是同样的，要用小小的火慢慢的把这个花生炒熟炒香。我们可以一次过炒多一点花生，然后可以把它留起慢慢用。这一锅花生我大概用了45分钟才把它炒熟。如果花生炒得不够熟的话，它就不香不好吃咯。当花生炒熟炒香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出来，让它放凉一下下。等下我们要把它的皮去掉。现在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一篮花生到屋外，轻轻的像这样轻轻的捏一捏，把那个花生皮捏掉。如果花生炒到够熟的话，这个花生皮是很容易脱落的。我们就像这样捏一捏过后，然后把花生皮吹掉。这个动作记得要在屋外做哦。如果在屋内这样去花生皮的话，不知道会不会被打屁股嘞？现在我们可以把去了皮的花生放入搅拌机里，把它搅碎。可是用搅拌机搅拌出来的花生碎呢，我不是很喜欢，因为有一些太碎了，太幼了，然后有一些又还很粗，没有被搅烂。我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石臼来磨花生。我们不要用来捶，我们用来磨。用这个石臼磨出来的花生呢，大小均匀，然后你可以控制到你要的花生有多幼多粗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花生糯米糍内馅所需要的材料：花生碎100克，白糖20克，油1汤匙。我们把白糖倒入花生碎里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。当我们的白糖和花生碎搅拌均匀过后，我们把油也倒进去，同样的也是把它们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过后就完成咯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花生碎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花生糯米糍外皮所需要的材料：糯米粉75克，淀粉12克，白糖20克，油半汤匙，清水
115ml。首先，我们把白糖、清水、油全部倒入一个大盆里，然后稍微的搅拌一下，我们就可以把糯米粉慢慢的倒进去。我们一边加入就一边搅拌，我们也可以把淀粉一起倒进去，然后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过后，我们可以拿一个碟子，然后在碟子里刷上一层油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粉浆过滤到这个铁盘里。我们把这个粉浆放入锅里，用大火蒸25分钟，直到这个粉浆完全熟透。25分钟过去了，我们的粉浆已经变成糯米团喽。我们把它拿出来，然后在它的表面刷上一层油。接着我们就要趁热把这个糯米团挖出来，把它放入一个大盆里。我们可以加入适量的油，然后趁热把这个糯米团搓揉到光滑。这个时候的糯米团还是很热的，大家要小心哦。不行啦，还是很热，怎么办？噔噔噔噔，我们在纸袋里放一片隔热的布就搞定咯。哎呦，真的是太创意了啦，两个肥肥。现在我们把糯米团放一旁，让它冷却，等下就要包糯米糍喽。材料全部都准备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开始来包花生糯米糍啦。我们要把这个糯米团分成大概25克一小粒。如果你们觉得它很黏，你们可以用刚才我们炒过的粘米粉撒一点点在它的表面，它就不会那么黏咯。然后我们就把它分成25克一小粒。现在糯米团已经分好了，我们在它的表面撒上一些刚才炒好的粘米粉，让它不要那么粘手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把它捏一捏，捏成一个小面皮。接着我们就把这个面皮放到小杯子里，因为这个糯米糍软软的，很难包。然后我们两个肥肥又笨手笨脚的，就只好想到这个方法咯。我们把花生碎装满到这个糯米皮里，要放多放少，你们个人喜欢哦。当然是放越多越好啦，越多越好吃嘛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糯米皮包起来，封口，搓圆。接着再沾上一点炒过的粘米粉，就完成咯。我们把那些丑封口的地方放在底下，就美美了咯。吃糕点前，先来个温馨提示吧。如果糯米团会粘手，我们可以沾一点已炒熟的粘米粉。我们除了用手把糯米团捏薄，我们也可以用擀面棍把糯米团擀薄哦。只要可以在糯米团里放了馅料，然后封口搓圆，我们不要用小杯子也是可以的。裹在糯米糍外面那一层粉，记得一定要炒熟哦。做好的糯米糍记得要放进盒子里哦，避免被吹到外皮变硬。下课，吃糯米糍喽！完成喽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——
花生糯米糍。看着这一粒一粒白色的小球，里面包裹着满满的花生碎，大家有没有流口水呢？如果这个糯米糍里面的花生碎你们懒惰自己炒的话，你们也可以买现成的哦。不过现成的就没有自己炒的那么香咯。这个花生糯米糍也是我超爱的糕点之一哦。外皮软软 Q Q 的，内馅是香香脆脆的花生，甜度刚刚好，吃了一粒接一粒哦。做好的糯米糍如果没有马上吃完，可以把它装进盒子里哦，避免被风吹到，它的外皮会变硬。今天的花生糯米糍成功！分享食谱与美食，轻松在家做料理。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让大家轻轻松松做出美味料理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要帮我们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